2050年6月11日凌晨3点半，一阵刺耳的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。我接到了远在万里之外父亲的电话。末日小说千千万，夜晚不晚占一半。各位小主看这里，好看的末日文即将开始。楠楠，我现在对你说的这些事情，你不要声张，也不要恐慌，按照我说的做就可以了。立马从宿舍搬出去，到我在市郊区给你买了一套顶楼。我和你妈妈的研究单位产生了爆炸东西泄露出来了，丧尸，知道吗？顶多半个月的时间就会造成世界级的灾难，准备好最少1年的生活物资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等爸爸妈妈去接你，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，就有一阵骚乱，和爸爸断了联系。我叫杨楠，是国内一名普通的本科生。我的父母在高耀国一家保密性很严的生物研究所工作，跟父母1年到头也联系不了几次。丧尸难道是电影里演的那样吗？手机来了2条短信，一条是银行卡到账150万信息，另一条是妈妈发过来的那套房子的位置和房间密码。时间紧迫呀，半个月，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就会波及全世界，我该怎样准备才能万无一失呢？一夜无眠，脑海里想了各种方案。天亮了，悄悄地喊醒我最好的闺蜜乐乐，其他室友嘛就算了，被全班孤立受欺凌的时候，只有乐乐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跟我一起，这也导致了她跟我一起被孤立了。就连我们没有老师的班级群，名称都是抵制杨楠、乐乐，只因我把暗恋校草的事情写进了日记本被发现了，所以全班人都孤立我，就连学校的其他人也对我指指点点。算了，也没有时间去说那些废话了，眼下是要快点跟乐乐交代清楚事情的严重性，尽快准备好东西去 B 市的房子里。李乐乐的父母在新疆那边做援疆工作，那边地广人稀，肯定是待在那里更安全一点，只好让李乐乐告诉他的父母囤好物资。虽然新疆偏远，但谁能保证万无一失呢？告诉李乐乐的时候，李乐乐很难相信，但由于我跟他说过我父母工作的特殊性，他很快就接受了。李乐乐问我真的不要提醒一下同学们吗？说我不想管他们死活吗？在我被孤立的时候，他们也没有管过我的死活。我开着车带着乐乐来到玉井湾，果然是很偏的小区，周围没有什么高层建筑。妈妈给我买的是6栋2单元303楼，顶楼带一个阁楼，1梯1户。进门后观察了一下布局，2层都是4室2厅，主卧居然是上下2层的木床，太好了，这下回家住一间房就可以了，其他房间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了。末日最大的问题就是水电问题，但是妈妈好像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。通过阁楼走到天台，看见已经铺好了太阳能发电板，天台很大，还有一片空地，我和乐乐准备拿来种菜。2050年6月12日，我准备先把家里给改造加固一下，玻璃已经是中国制造防弹级别的了，所以不需要多加改造，再加上我们在33楼，丧尸对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威胁。但末日里最可怕的还是人心，所以我决定贴上单向透视膜。但如果只有我们家这一间贴了单向透视膜，会不会太突兀了，反而会让别人怀疑呢？我和乐乐商量了一下，找物业在不同楼栋总共租上15户房子，都先租1个月，毕竟末日来了之后，谁会想着收我的房租呢？哈哈，我真是个大聪明，把这15户全贴上单向透视膜，这样就不会显得我家太突兀了。然后就是房子的隔音问题，据我所知，我们这栋楼只有8楼、14楼、17楼和22楼有人住，如果我们在房间里不是发出很大声响的话，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不会被邻居听到。但是我看电影上很多丧尸的听力都很灵敏，还是得把整套房都做成隔音房，倒也不是很难，贴上隔音棉就可以，地板上全铺上隔音地毯，门也要换成防爆加厚的防盗门，再在防爆门的外边装一层铁质的防盗门，安装上通电网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师孙们来到之后立马就开始干活了，也没有多问，说小姑娘就是应该弄得安全点。师孙你说的太对了，小姑娘就应该多保证自身安全，本来一天是安装不完的这些东西的，但是当我用超能力的加持下，师孙们就紧赶慢赶的在太阳下山之前完工了。临走之前，我又给每人多塞了2K，并告诉他们国外现在不太平，最好不要出门了。改造完房子构造，我又给每一扇窗装了厚遮光帘，让光线一点也泄露不出去。以后晚上只开小夜灯。我和乐乐出去美美的大吃了一顿，买了10个100升的蓄水桶放在阁楼，准备接下来的日子把水接满，用来以后的洗漱之类的。回来之后睡觉的当晚，我梦到了爸爸妈妈的实验基地已经完全沦陷，硝烟弥漫，躲在了暂时安全的隔离点里，也不知道爸爸妈妈现在怎么样了。尝试着打了电话，无法接通。2050年6月13日，距离妈妈说的日子还剩12天了，但12天只是一个大约的数字，所以我要把准备工作在接下来的6天里做完，最后3天就狗在家里哪都不去了。末日最怕的就是吃不上新鲜的东西，补充不了蛋白质之类的营养物质。几只芦丁鸡在阁楼上的超级隔音房养吧，虽然芦丁鸡不会发出什么声音，但一切还是小心为妙。最后我们买了4只母芦丁鸡，为什么只买4只呢？因为杀生这种活我和乐乐都做不来，所以就只能拜托小可爱们多给我们生点蛋吃。然后来到种子批发的地方，买一些好养活的种子，在天台用来种一些水果蔬菜什么的，再去买一些腐叶土和原土，因为在楼顶天台种嘛，所以这2种土对我们2个种菜小白来说是最好不过的。再拉一些砖头垒一个小菜园。末日来了以后，也不知道雨水能不能用，还是得弄一个遮雨棚，这个乐乐就会弄。回到家后往天台上运砖头和土，真的有够累的，干完一切累得腰酸背痛。然后我帮着乐乐做了个透明的
遮雨棚，毕竟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，该不该打开遮雨棚，所以弄个透明的，一劳永逸了。做完这一切，我们回到房间，乐乐的爸爸妈妈正在给他打电话汇报情况，二老在新疆也在准备生存的物资了。听见他们打电话，我真的好羡慕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到底怎么样了？还好吗？还活着吗？给爸妈发了短信，还是没有得到回复。2050年6月14日，今天早早的就起来了，去二手市场买了一堆二手书、小说菜谱，还有种植手册。毕竟以后没了网络，就要靠这些纸质版的书来打发时间。说到打发时间，我和乐乐又去了专卖店，买了2台 iPad 和20个大容量充电宝。回家趁着有网，必须把我的下饭神剧下载上，再把各类电影、小说、电视剧和单机游戏全下载上。毕竟我最爱看的就是夜晚不晚的小说，时时观察外面的情况也是有必要的。望远镜+2，再买几个隐形摄像头，装在天台菜园里和单元楼门口，和25楼以上的消防楼梯，这些我自己就会安装，所以不用工人来了。毕竟我们住的地方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楠楠，你快看微博上的视频，这是不是阿姨说的丧尸？地点在高耀国。乐乐拿着手机放到我面前，我看了几眼，心里有种非常不安的感觉。距离妈妈给我打电话才过去3天，高耀国就爆发了吗？这个速度的话，应该会比妈妈给我说的半个月更快。在内地爆发，还来不及反应，视频就消失了。搜索丧尸一类的关键词，出来就是国家发的公告，大概就是说高耀国爆发了新型的病毒，各个港口、机场将不再接收高耀国回来的人。这样的话，我的爸爸妈妈还能回得来吗？希望他们可以平安度过这次的病毒。来不及想太多，需要准备的东西还有很多。去商场买每个季节的衣服和10套床上用的4件套，买6套羽绒被棉被，10条一次性内衣内裤。现在网上买1000套8，毕竟这个贴身的衣物每天都要换，可是洗的话很浪费水。袜子也买上1000双棉拖，每人3双就够了。现在才6月，冷的不太对劲。虽然北方比南方是要凉快一些，而我从某东某宝某音上买的5个双开门大冰箱，5个电磁炉，5个电炒锅，3个电饭锅，陆陆续续的也收到不少。为了不引人注意，我都是分批分店铺分地址进行购买，买了搬了买，累得筋疲力尽。2050年6月15日，今天终于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听到妈妈声音的那一刻，立马哭了出来。妈妈告诉我说，她和爸爸已经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，正在研究疫苗。但不幸的是，现在高耀国有2个城市已经爆发了丧尸，国家封锁的消息让我尽快准备，3天后就待在家里，哪里都不要去了。3天突如其来的变化，让我本身10天的准备时间缩短成了3天。那今天就要快点准备吃的东西了。我和乐乐开着我的猛禽，来到了离家最近的一家批发市场，毕竟在超市东西买多了太引人注意了。先打开手机 app， 分别在6家店各下单50桶16升的水，让送到25、30楼。回头我和乐乐慢慢往上搬，罐锅碗瓢盆都得买。李乐乐的爸妈给李乐乐赚了50万，我们俩现在加起来资金还是很充足的。来到卖吃食的地方，我和李乐乐都不怎么会做饭，所以买了很多速食产品，上百箱的方便面、挂面、火腿肠，各种肉罐头、压缩饼干、自热火锅、速冻饺子、薯片。妈妈说准备最少1年，那我就先照着2年的准备吧。我的车已经装得满满登登了，先回家把这些东西规整。时间紧迫，明天开始我和乐乐必须分开采购了。到了家把所有的东西运上。楼内的人仰马翻，人不逼自己一把，永远不知道潜力有多大。16升的水平时我搬1桶都费劲，今天和乐乐一起居然搬了整整300桶，还好房子够大，物资统统放在阁楼，阁楼已经快满了，明天再买。新的物资就要放在主屋了。忙完已经是下半夜，洗了个澡，很快就睡死过去了。2050年6月16日，今天和乐乐分开行动了。他租了辆面包车，在整个市里转着，买了一堆退烧药、感冒药、抗生素、消炎药、碘伏创口贴、各类维生素、葡萄糖、棉棒、钙片之类的平时生病会用到的药，去买了卫生纸、湿巾、卫生巾，直接安全裤，女生都懂。乐乐又给我打个电话，说水资源很珍贵，如果以后用来冲厕所是不是太浪费了？我一想也是，那排泄物该用什么解决呢？猫砂行不行？乐乐问我，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。至于猫砂怎么用就不描述了，太恶心了。紧接着乐乐就去买了20斤的猫砂，150袋送货上门。但是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肯定不想用猫砂这么恶心东西，得想个办法把雨水利用起来。雨水不知道安不安全，该怎么办呢？对不起了，小白鼠，我以后真的很需要用你们来测试雨水的安全问题。如果你喝了没挂的话，我们就用来冲厕所了。所以乐乐又去买了2只小白鼠和2个蓄水桶，放在天台准备接雨水。除了之前买的望远镜和安装的摄像头，我还想买几台无人机，可以观察到更远更细节的地方。说干就干吧，买4台又想到如果有危险的话，我和乐乐2个人什么防身工具都没有，又找到之前爸爸的朋友那里买些冷兵器，并且提醒了他囤物资。回到家和乐乐一起规整物资，看见他不在状态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楠楠，我还是觉得应该提醒下同学们，毕竟同学一场，学校又是人群密集的地方，不想看他们白白丢了性命。我直接就无语，拜托啊大姐，之前那些人怎么对我们的你是忘了吗？我出言阻止，结果李乐乐说他已经在班级群里告诉大家了，让大家去超市买东西，在宿舍里不要出去。紧接着群里就一条一条的质问和辱骂的消息就传来了，还有同学说李乐乐散播恐慌谣言。我曾经的暗恋对象伟伟给我发来消息，说知道是你让李乐乐发的消息，现在你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已经用这么恶心的方法了吗？连丧尸爆发这种离谱的理由都能说得出来。杨楠，你真是让我感到恶心。没有回复他，真不知道以前眼睛是不是瞎了，喜欢这么个自恋男。我们2个直接把群退掉了。事已至此，吃饭吧。只是这时李乐乐心中默默地说到楠楠，不要怪我狠毒，当然这是后来
来才发生的事。2050年6月17日，今天我一大早就到25楼，一层一层往上，把消防通道的门全用安全锁给锁住了。为什么从25楼开始锁？就是怕有人扫楼，发现只有33楼的消防门锁了。门锁完之后，我和乐乐也不准备出去了，清点了一下我们的物资，通过保质期分好该先吃哪些。今天发现我们养的小芦丁鸡下了6个蛋，跟鹌鹑蛋一样大小，很惊喜。只要它们活着，我和乐乐就不怕没有蛋吃了。中午点了肉蟹包，在家跟乐乐一起吃，往后再吃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收到外卖的一刻，突然想到，万一有人趁着没停电坐电梯上来怎么办？这个小区的电梯是不用电梯卡就可以上来的，得想个办法让电梯来不了。33楼联系物业的电梯维保人员，以不在小区居住为由，关闭了33楼的楼层，指令之前垒菜园的时候还有剩余的砖块和水泥，再利用起来把电梯门堵住，垒上一面墙。前2天冷的奇怪，今天又热的奇怪，打开手机一看，气温居然达到42度，这可是北方啊，并且6月中下旬了，这个温度合适吗？刷回手机，看见热搜，第一条是沿海地区海关安检人员被不明生物咬伤，目前已送往医院就医，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是不是妈妈说东西要来了？不明生物是怎么个不明生物呢？妈妈只告诉我研究的东西泄露了，并没有说过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染的人类，导致人类变成丧尸，小心为妙。地势离那边并不是很远，所以我们提前准备好的东西没有，拖拖拉拉是正确的选择。我和乐乐对视一眼，告诉他说乐了，现在真的只有我们2个人相依为命了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。2050年6月18日，砰！一大早我们2个是被爆炸声吵醒的，虽然做了隔音，但是爆炸的声音还是被我们听见了，立马爬起来去阳台，拿着望远镜往外看，好像是医院那边发出的爆炸声。医院怎么会爆炸呀？只能看见一群人忙忙慌慌的跑来跑去。乐乐则是在刷手机，看看热搜上有没有什么动态。突然一个身上还有火，浑身烧焦的人在地上爬了起来，冲着医护人员就扑了上去，开始撕咬。虽然听不见声音，但我感觉惨叫声还是在我的耳边。乐乐拿着手机给我看热搜，说是 A 市发现不明外来病毒，出现了人咬人现象。评论里也都在问，这是不是传说中的丧尸？政府让 B 市和 B 市周边城市的人抓紧时间居家隔离，不要外出。评论里产生一片，大多数都是说自己没有吃的这件事。人咬人恐怕不是人咬人，是吃人了。检查一下安防措施都没有问题。末日也好，欺凌过我的同学们，希望你们自求多福了。虽然乐乐有在群里提醒他们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在心上，哈哈，会有你们求我的时候的。到那时候别怪我不顾同学情谊，毕竟我跟你们也没有什么情谊可言。倒是乐乐看到热搜上的东西吓得不行，我安慰了一回他，毕竟我们现在吃的喝的都充足，住的也算安全。物业群里在统计在家的人员和物资情况，有人问物业是不是政府要发放物资，物业人员没有回答，还专门艾特了我，问我有没有在家。我说我出国了，之后就没再看群里的消息。我估计医院也坚守不了多久，毕竟这才过了1夜，就从沿海城市传到这里来了。可是说来也奇怪，并没有看到其他城市关于丧尸的消息，可能是被封锁消息了吧。和乐乐2人泡2盒莫小仙，随便对孙了一口，我就窝在沙发上刷剧了。乐乐则是在研究菜谱，他说就算以后我们2个出事了，他也要让我们俩做饱死鬼。哈哈，今天一天过得倒是也算平安。2050年6月16日，醒来的时候，乐乐已经做好早饭了，下了2碗面条，加了2个煎蛋，拆了一小包群大哥大。我很喜欢吃这个小咸菜，简简单单的早饭我们俩也吃很满足。但是外面的情况就不是很乐观了，因为在我收拾桌子的时候，听到了小区里的尖叫声，外面也响起了很大的摇报声和广播声。广播里喊到 B 市爆发丧尸病毒，全市几乎同时沦陷。天哪，现在可是上班早高峰啊！通过安装在外面的摄像头放大观察外面的情况，发现刚出门的人又跑了回来，后边紧跟着满脸是血动作怪异的人，或者就不能说是人了，是怪物恶魔一样的东西。保安大叔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，立马关闭了小区的大门。小区的大门是智能道闸和电动地铁门，平时电动铁门是不会关的，但是这颗苦了正在往小区逃跑的人了，也随着丧尸一起被关在了铁门外面。惨叫声通过监控也一起传了进来，小区外面一片狼藉。可是我分明看见保安大叔的手上有伤口，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大学校内，伟伟在实验小组教室内正在修改论文，并没有注意到学校里已经不安全了。随着惨叫声不断传来，他才意识到出问题了，跑到教室门口往楼道里看，他的好朋友王超正在往他这里逃跑，后边紧跟着行动怪异的人。伟伟来不及思考，就死死地关上了教室的门，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口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好朋友王超被咬死在自己眼前。2分钟后，王超以同样怪异的姿势站了起来，开始追逐其他的幸存者，他们的姿势很怪异，像王八探头一样，请参照夏日记里小日子的姿势，但是奔跑的速度又好像比常人要快一些。伟伟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到了，但是很快又冷静了下来。没想到乐乐说的都是真的，可是他怎么知道？莫不是早就知道了这些，然后准备好了一切？那他现在一定和杨楠在一起，并且不缺物资。又看了看教室里面，之前跟组员一起在这个小教室里做报告的，之后经常会在这里过夜，所以每个人的柜子里都会有一些吃的。翻找出来矿泉水6瓶，泡面8盒和10根火腿肠，这些东西根本不够吃几天的，而且泡面也只能干啃，没有热水泡。热水在楼道里面突然撇到了角落里的2台无人机，一个计划悄悄在伟伟心里诞生了。4122宿舍内，任磊、莹莹、张瑶3个女生正在慌乱地躲在一起，并没有看到另一个室友孙萍萍的身影，但是听门外传来的声音，就知道孙萍萍在哪里了。求求你们开门好不好？莹莹，求求你把门开开，我真的没有被咬，求求你们了，他们快过来了，你们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啊，你们不得好死，你们会有
报应啊！孙萍萍的惨叫声在宿舍门口响了起来，里面的3个女生却无动于衷。任磊通过猫眼看见孙萍萍的身体被撕扯得破烂不堪，但是眼睛一直在死死地盯着宿舍门内，就好像还有意识地看着门内的人一样。任磊吓得打了一个寒战，用纸堵上猫眼。他们当然知道孙萍萍没有被咬，可是孙萍萍在宿舍里是最喜欢囤东西的。孙萍萍如果不死，他们怎么能理所应当的把那些物资占为己有呢？果然，末日之下的人比丧尸可怕多了，因为他们为了活着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哪怕是平时关系还算比较好的朋友，只是谁都没有注意到。事变后的孙萍萍还残留了人的意识。任磊仗着自己家世好，又是班长，平时没有少欺负别人。赵莹莹和张瑶算是他身边的一条走狗，任磊指哪里，他们就咬哪里。最初霸凌我的人也是任磊，因为父母工作的特殊性，除了乐乐，我从来没有向别人透露过父母的职业。虽然我不缺钱花，但我也不喜欢挥霍，所以吃穿用度都比较平常。只是平时在宿舍里，他从来没见过父母，给我打电话打视频就断定我是个野孩子，甚至说出乞丐也配来高校读书，骂这种话。任磊在宿舍里和莹莹、张瑶分配着在孙萍萍那里抢夺来的物资，一共20包面皮和2桶6升的水，他自己榨了14包喝，整整1桶水。另外2个人也只是敢怒不敢言，毕竟任磊体型彪悍，一不高兴把他俩从4楼扔下去，喂丧尸也有可能。2050年6月20日，御景湾内，今天是 B 市丧尸爆发的第2天，很不幸我们小区也沦陷了。我并没有看错保安大叔的手上，就是去关门的时候被丧尸咬到或者抓破了。他一开始躲在了保安亭里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进到了3栋的单元门里，敲开了一家幸运业主的门，随着一声声的尖叫，引来了小区外更多的丧尸。本来以为小区里万无一失，结果小区外通往地下车库的门并没有关，一群群的怪物就这样涌进了我们小区。何乐乐通过监控心惊胆战地看着这一切，突然有一只丧尸撞到我的隐藏摄像头，他的嘴唇已经全部被撕咬掉了，露着血淋淋的牙齿，太阳穴凹陷的厉害，眼珠没了一只，另一个眼珠已经变成了纯白色，脸色发蓝，左耳连着肉皮挂在了下巴上，跟我隔着屏幕来了个深情对视。当时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把乐乐刚刚做的炸酱面吐得干干净净。丧尸电影也没少看，可是为什么这次只是隔着屏幕对视了一眼就感到这么恶心呢？来到阳台，拿着望远镜往外观察，昔日救人的医院已经成了一个炼狱场。其实何止是医院，整个 B 市都俨然一副地狱的景象。把望远镜倍数再调高一点，看见临江大桥的车横七竖八地堵在桥上，车里的人已经变成丧尸，但是出不了车门。镜头往左边移一点，看见了令人揪心的一幕，一位母亲看上去年龄只有30岁左右，正趴在车底紧紧地护住自己的孩子，可是丧尸并没有怜悯之心，把那位母亲从车底拖出来就分食了，怀里的孩子也没有幸免。看到这里，我眼泪忍不住的就流下来了。果然做母亲的不管什么时候都会保护自己孩子，只希望有来生，大家不要过得这么苦嘛。4122宿舍门外，事变后的孙萍萍正在用自己残留的意识和不灵活的手开着宿舍门，宿舍门内的3个人已经被孙萍萍吓得一整夜没有睡觉了。难道是死得太冤太惨了，一定要找他们报仇吗？他们真怕孙萍萍早晚有一天会把门给破坏开，又不敢出门把孙萍萍处理掉，这是棘手。维维那里也不容乐观，从昨天到现在，他只喝了1口水，吃了半块方便面，因为他的食物实在太少了。单薄的教室门外徘徊着5、6个丧尸，跑出去不现实，他的身边没有任何可以防身的东西，跳下去更不可能了。2楼虽然说摔不死，但一定会摔伤，而且楼下的丧尸更多。这时维维又想起了李乐乐发的消息，李乐乐和杨楠那里一定有物资，只要想办法要到他们物资就可以了。打开电脑开始查乐乐和杨楠的 IP 地址，发现他们俩果然在一起呢。御景湾离学校大概6公里，来回的话用无人机足够了。先发个消息，我看着伟伟发来我家定位，直接愣住了，后面还紧跟着一条消息，我知道你们那里有物资，我查了你所有的账号和购买记录，我的无人机大概会在20分照后飞到你所在楼层的天台，给我放上些吃的跟喝的，否则我就把你们的位置暴露出去。你想想看，会不会有不要命的去找你们？这个伟伟真是太恶心了，我被校园暴力也有他的煽风点火，现在居然又用卑鄙的手段来要物资。李乐乐在我身旁开口说道：“楠楠，你相信我，给他物资，后面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。本来就是我的消息暴露了我们的位置，所以让我来善后吧。”我看着李乐乐的表情，总感觉他瞒了我什么事。22分照后，果然有无人机正在碰我们天台的玻璃。伟伟又发来一条消息说抓紧时间，然后李乐乐拿过伟伟的无人机堵住了摄像头，怕伟伟看见我们物资都会越来越过分。我去拿了2瓶水和1包火腿肠，2袋泡面，还给他放了个苹果，告诉他再多无人机就带不动了。他回复我一个随即就操作了无人机走了。但我刚才真的很想把无人机给砸掉，破罐子破摔，这2包泡面我喂狗都不想给。伟伟我实在不理解李乐乐为什么要让我给他物资，但是李乐乐既然这么做，肯定有李乐乐的道理。2050年6月21日，今天伟伟比昨天更过分，连消息都没有发，直接用无人机开始敲窗户。拜托大哥，你这样也搞得我很容易暴露位置好吗？乐乐一句话都没有说，直接捂住摄像头把无人机拿了进来。只见无人机上贴了纸条，是伟伟写的，他说自己生病了，
不仅要昨天同样的物资，而且还要退烧药，并且说知道我们这里有药。我还没顾得上生气，李乐乐直接把无人机给关机了，并且给破坏掉，扔进了垃圾桶，让我给伟伟发消息，说他无人机不能用了，再重量不大，用我们的无人机给他送过去。我照做了，伟伟回复我说行，还不忘威胁我说不要耍花招，他随时都可以暴露我们的位置。就在我不理解李乐乐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，李乐乐进房间里找出来了他改造过的无人机，无人机上面放音响一样的东西，我竟然不知道李乐乐什么时候做了这么个东西。还没开口问，李乐乐就主动告诉我了，他说楠楠，我们不能在学校的时候任别人欺负，现在末日来了，我们还坐以待毙。你要知道，当末日来临的时候，杀任何人都没有人管了。在我往群里发消息的时候，就计划好一切了。我知道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的话的。我们被孤立、被欺凌的一切源头都是因为伟伟，如果不是他煽风点火，到处说你这种货色也配喜欢他，你也不会有这么多敌人，我们也不会被欺负的那么惨。餐具里的卫生巾、水杯里的墨水，还有被卸掉螺丝的椅子，被人一口一个贱女人的叫着，我受够了，我一定要让伟伟和欺负我们的人孙出代价。伟伟常年待在实验教室里，我就赌了一把，我赌他等丧尸来临的时候，肯定也是在教室里写什么论文，而以他的聪明才智，肯定能联想到我一开始发的短信，从而推断出我们有物资，并且用他的黑客技术来查我们的地址。无人机也是我故意放在教室里的，目的就是让他来找我们拿物资，从而我们获取他的信任。现在就到我的复仇时刻了。这个无人机是我找人专门改造的，上面的音箱也是改造过超大音量的，可以通过远程控制播放声音，而且还可以通过遥控器远程对话，在里面放摇爆声。教室的门很不坚固，只要声音一响，丧尸一定会冲破门进去，让维维死无葬身之地。可是楠楠，你怕吗？你怕不怕？如果我的计划失败了，会给我们带来危险。不怕乐乐，我相信你，大不了我们和他同归于尽，而且我们的门窗都这么坚固，没事的一定。我回答道。说干就干，我照常拿了昨天的物资，放在了塑料袋里，并在里面放了2粒退烧药，竟然都是要死的人了，2粒退烧药给他也是浪费了。来到天台，李乐乐控制着无人机往学校方向飞去，看着摄像头里投进来的景象，真是令人窒息。街小巷上残肢断臂的，很快就飞到了维维所在的教室。维维打开窗户拿到物资的时候，贪婪的表情令人感到恶心。我通过远程对话跟维维说，我们没有很多药，先给他2粒，如果吃完还不退烧的话再给他送。他理都没有理我，让我快点把反入无人机飞走，并拿出了面包开始吃。飞走，哈哈，你想多了。我和乐乐对视一眼，乐乐按下了播放摇爆的按钮，顿时安静的焦，室里发出了巨大的声响。教室门外的丧尸听到声音都聚集了过来，维维害怕的先是瘫坐在地上，紧接着又爬起来要抓无人机，嘴里低吼着问我们是不是疯了，他会没命的，让我们快点关掉。我们没有理会他，维维失去理智一样抓我们的无人机，并没有注意到教室门已经被丧尸群撞击开了，一群一样的丧尸纷纷挤了进来。维维在一声声的惨叫中失去了生命，变成丧尸的王超趴在地上，不停地啃食着维维，仿佛在报维维把他关在门外的仇。我和李乐乐通过摄像头看着这一切，关到了摇爆声。李乐乐眼睛通红看着我说，楠楠，维维死了。接下来到我们宿舍里的那几个人了，我紧紧地抱住李乐乐，我知道他是被刚才的那一幕吓到了，毕竟这一切都是他计划的。我安慰着他说没事了，宿舍里的那几个回头再找他们算账。可是李乐乐好像杀红了眼一样，他现在就要控制无人机去观察一下宿舍的情况。好吧，李乐乐想做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。李乐乐又控制着无人机来到了宿舍楼，我们宿舍在4楼，楼道里游荡着20几只丧尸。楠楠，你看这是不是孙萍萍？孙萍萍居然已经变成丧尸了吗？怎么没见其他3个人啊？而且我怎么觉得孙萍萍跟其他丧尸不太一样？是的，我也发现了，其他丧尸都是漫无目的的在楼道转悠，唯独孙萍萍在尝试开宿舍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肌肉记忆吗？一个想法在我心中升了起来。我问乐乐，看他的样子像不像想开宿舍门进去？乐乐点头。我问乐乐那里还有没有宿舍的钥匙？乐乐立马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既然孙萍萍想进宿舍，那我们就帮他好了。乐乐回房间找出了我们宿舍的钥匙，通过孙萍萍的行为来看，她应该是保留了生前的一点记忆。我准备把宿舍的钥匙通过无人机给她送过去。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4天了，也不知道宿舍里那群人怎么样了，先去问候他们再说。乐乐又控制着无人机飞到宿舍背面，我们想通过窗户看一下宿舍里面的情况。刚飞过去就看到了一出大戏，人类被五花大绑的绑在椅子上，赵莹莹和张瑶正抬着她要扔到楼下，我们连忙用无人机敲窗，不能错过这个吃瓜的机会。我打开语音问什么情况，人类听见我的声音立马破口大骂杨楠，你这个贱痞子，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，是不是躲在哪里快活呢？我以前竟然不知道你有这么多的手段和心机，抓紧时间救我，回头我还能留你一条狗命。也许是人类的声音太大了，引起了门外丧尸的注意，哐哐的开始撞门。人类见这样也不敢出声了，整天说我不配在学校里读书，像他这种满嘴脏话的人就配了。赵莹莹小声的对我说，人类这个贱人，平时我和孙萍萍、张瑶被他威胁着，不得不听他的话。2天前他居然把孙萍萍杀了，抢夺孙萍萍的物资，20包面皮，他自己占了14包，我俩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每人只有3包，已经吃光了，所以向人类要点吃，结果人类说那都是他自己的，我们不配吃。杨楠以前是我们不对，你能不能想办法救我们出去，或者用无人机给我们送些吃的？孙萍萍已经被他害死了。
死了，我和张瑶不想死啊！杨楠，你救救我们吧，是不是讨厌人类？他平时对你那么坏，我帮你解决他。赵茵一边说着话，一边使了全身的力气，让张瑶帮忙把人类在4楼扔了下去。人类拼命挣扎着，绝望的尖叫声1秒照就从4楼到1楼。楼下饥饿难耐的丧尸看着人类这个从天而降的食物，一股脑的扑了过来，人类连尸变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啃食干净了。赵茵看着镜头对我说：“解决了，你的仇人已经死了，救救我们吧！剩下的东西也不够我和张瑶活几天了。看在我们集市同学也是室友的份上，救救我们可以吗？”我看着无人机传过来的画面，心里发了一阵恶心，但还是淡定地对着传声筒说道：“救人可以，但是你们求的没有诚意。这样吧，我只救一个人，5分照后谁活着，我明天就给谁送物资。”我这话一出来，赵莹莹和张瑶都愣住了。虽然是从大姨到现在快4年的朋友了，但是谁跟自己的生命过不去呢？2个人很快就扭打了起来。张瑶不知道从哪里摸来了水果刀，对着赵茵茵一刀刀的刺了下去。赵茵茵慢慢的不挣扎了，张瑶也许是被吓过头了，只说了句：“杨楠，你满意了。”就重重的倒了下去。我一直在数着，足足有26刀，真够狠的。门外的丧尸也许是闻到了鲜血的味道，更疯狂的撞击宿舍门了。张瑶别急，明天有好东西等着你，你们曾经欠我的，就用命来偿还吧。乐乐看了这一回的戏已经傻住了，我拍了他好几下才反过神来。他问我：“楠楠，还剩下张瑶了，你打算怎么做？”哎，傻李乐乐，你难道忘了宿舍门口还有个一直想开门的孙萍萍吗？明天有好戏看了，我让李乐乐把无人机充满电，我们就各回的床睡觉了。今晚一夜无梦。2050年6月22日，今早照常是起床巡视了一遍安全设施，网络和水电依旧被保护着，只是水流比以前小很多了。小区楼底下游荡着10来只丧尸，我和李乐乐简简单单吃个早饭。如果不是末日，就这样在家里宅上一段时间，有吃有喝真是太好了。但是今天我还有事情要做，伟伟死了，人类赵莹莹死了，还有张瑶没解决呢。无人机拔下电，老路线往学校飞，只不过今天无人机上放的不是物资，是孙萍萍变成丧尸也想要的宿舍钥匙，他们的恩怨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我和乐乐只是负责送个钥匙而已，很快就到达了我们宿舍所在的4楼。孙萍萍果然还在412门口，坚持不懈地开着门。乐乐控制无人机飞到他面前，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把钥匙，缓缓地抬起没粘着多少肉的胳膊拿了过去。乐乐又打开麦克风，把音量加到最大，说：“张瑶，我们给你送好东西来了，记得接收哦。”乐乐这边刚说完，孙萍萍就把门打开了，张瑶直接吓破了胆，不平平等丧尸咕噜咕噜地涌进了4122，开始大快朵颐，一头皮都被撕掉了，真恶心。接下来的画面我和乐乐都不想看了，其他那些欺负我们的同学就让他们自己求多福吧，反正他们也没有什么物资，坚持不了多久。他们真的该死吗？有人觉得该，有人觉得不该，但是我和乐乐又有什么错？几次被他们逼得想要去死，但是想想我们的爸爸妈妈，只有我们自己，就放弃了死亡的想法。复仇结束了，我和乐乐要开启真正的躺平计划了，想想居然有些期待，可能我的本质也是个恶魔吧。中午我们2个要好好庆祝一下，从冰箱里找出来之前囤的食材，煮个火锅吃吧，再做个可乐鸡翅，插一盒无骨鸡爪。天哪，居然忘了囤酒，怎么可以犯这么大的失误呢？一人喝瓶雪碧，就当做是酒吧，哥吃的真的很饱。这2天一直想着其他的事，都没有好好吃饭，今天终于正儿八经的吃了饭了。吃完饭躺沙发上追剧，过完愉快的一天。2050年6月25日，默默的躺平了3天。今早一上称发现长了2斤肉，谁也停了，心情不太美丽。一打开业主群，里边全是问物业水的问题的，还有人在群里发语音骂骂咧咧的，物业也丝毫不客气的回怼，说还以为自己是尊敬的业主呢。别说水了，网络也在保不住的边缘了。真心希望网络不要停，但是停了也好，万一再有什么网络高手查到我的 IP 地址，追踪到何乐了就不好了。更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已经没有食物了，很多人都在高价购买食物，但是这个情况就算有人卖，他们又该怎么拿到呢？这段时间妈妈给我联系了一次，说他们呢编的网络时好时坏的，但是好在爸爸妈妈是重要的科研人员，虽然是我们国家派过去的，但是也被很好的保护起来了。高耀国很不干人事，发布招募信息骗幸存的人来做实验，对象用来研究疫苗，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惊讶，毕竟这是高耀国一贯的作风。爸爸妈妈嘱咐保护好自己后，我们就又断了联系。乐乐的父母在新疆，也在家里躲起来了。新疆那边的情况比我们这好点，但是也很不乐观。我和乐乐都跟父母约定好了，等到病毒退散的那一天，在各自的家里相见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。距离丧尸爆发已经有1个星期了，不断的有同学给我发消息要吃的，说是看到我之前用无人机给伟伟送物资了，让我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救他们一命。救命想得美，我一个人都没有回复，不是我心狠，而是在末日之下，你善良对待别人，别人不一定会领情，更何况是曾经不把我当人看的同学。没想到211学校里也有这么多牛鬼蛇神，果然学历只过滤学渣。这几天根据我的观察，对面楼上21楼住了一对情侣，6楼是一对老夫妻，其他楼层有一些拉着窗帘，不是很好判断。那对情侣一开始的几天还有些物资，这几天好像是吃的不够了。刚才看见他们一直在争吵，男的直接动起了手，女生被揪着头发按在地上打，打得满脸都是血。我和李乐乐看到这一点都非常生气，
气，很同情那个女生，但是我们也无能无力，只能看着男生把女生拖拽着打开窗户，从21楼把女生扔了下去，尖叫声立马吸引过去了一群丧尸。接下来的画面我和李乐乐都不忍心看了，末日之下真是人性被暴露的一览无遗。相反，6楼的那对老爷爷老奶奶老爷爷有的时候还会在客厅里打太极。过去这么些天，他们的物资应该是够的，防人之人不可无啊，万一被有些人看见去抢夺物资怎么办？可是我也不想提醒他们，无人机在我们房间里飞出去，太容易引人注目了。之前操作无人机去学校的那几次，我都后怕。这种情况还是只能顾好我和乐乐2个人了。这是手机来的消息，是物业在群里艾特所有人，让报备自己家里物资的储备情况，说是要发放物资。其他人纷纷表示自己家里已经没有可以吃的东西了，而我却觉得有些奇怪，毕竟现在电和网络都还在运转，但是却没有收到任何政府要发放物资的消息。那么物业统计物资情况是为了什么？但是物业却单独艾特我，问我还有多少物资，我没有回复。我总觉得这个物业不安好心，而且他肯定知道些什么。物业就在我斜对面8栋的2楼，要好好观察他的行踪了，毕竟他是一个个头很高的秃顶男，他如果向我和乐乐发难，我们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。但是我把电梯堵住了，消防通道门也锁住了，窗户玻璃也是防弹级别的，应该很安全。但是我和乐乐也不能太过于放松摇替了，得随时观察着周围的环境。晚上6点多，丧尸们零零散散的在小区各个角落游荡，突然看见8栋有一个反光的脑壳在单元门口蹑手蹑脚的跑了出来，他往反方向丢着会发出声音的儿童玩具，吸引丧尸往我们这栋楼跑了过来。他背包里装的鼓鼓囊囊，也不知道是一些什么东西。完了，我总感觉他是冲着我和李乐乐来的，万一他越过了重重障碍来到我家门口怎么办？我害怕极了。李乐乐却说不用怕他，只要他敢来到我们的门口就电死他。是了一开始改造家里的时候，我在防爆门的外边又让修了个连电的铁门，电的功率是足够电死一头牛的，我就不信他比牛还壮。打开手机观看我之前安装在各个楼道角落里摄像头，发现秃顶男已经坐着电梯上来了好吗？电梯按钮直接按在33楼，但是之前33楼的楼层指令已经被我取消掉了，他只好上32楼。果然他发现我和乐乐的秘密了，想害我们的话他就得死。屋顶男在32楼看到了我上在消防通道的锁，把他的背包打开了之后拿出了许多开锁工具。我去，他这装备也太齐全了，这准备置我和乐乐为死地呀。很快他就打开了我上的锁，并且直勾勾地盯着我的摄像头说，我知道你在看着我，好戏在后头。小姑娘当时就吓了我一身冷汗，我的摄像头绝对安装得很隐秘，是怎么发现的？我和李乐乐2个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很快我们的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，小姑娘把门打开，我只是想要一些吃的，我看见了你家里有很多物资，我拿到东西就走。可是我分明看到了她别在后腰上的匕首，如果开了门，我和李乐乐只有死路一条。小姑娘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给叔叔开下门好不好？叔叔真的很饿，饿得没有力气了，饿得快死掉了。我只是想要一些食物和水，我还是没有理他。其实在他破坏消防通道的锁的时候，乐乐就已经利用无人机引了一波丧尸来我们这栋楼了。如果他强开门，我们就通电电死他；如果他放弃了离开，也会被单元楼里的丧尸生吞活剥。他可能看我不说话，急了嘴里嘟囔了句敬酒不吃，吃罚酒，拿出工具就开始破坏我家的大铁门。我对乐乐用了眼神，乐乐立刻收到了我的指令，拉开了电闸。正在沉迷于开门的秃顶男并没有反正过来，只手抓着栏杆就被电得抽搐了起来，很快头发就开始冒烟了，倒在了地上。但是这时嘉乐的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把匕首打开了，我们从1星期前就没有开过门，走了出去，对着秃顶男的头部狠狠刺了7、8刀，崩了一脸的血，回头对着我说了句，我看美剧里都是要破坏脑细胞的。说完就关闭了大门，回到了家里，去卫生间洗漱了。不知道为什么认识了嘉乐快4年，我头一次感觉到害怕，突然感觉李乐乐很陌生，但是毕竟是特殊时期，李乐乐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可以理解，毕竟我们活命是最重要的，而且以我对李乐乐的了解，他害谁都不会害我的。2050年6月28日，距离丧尸爆发已经过去整整10天了，我和李乐乐每天就是吃饭、养膘和刷剧。今天凌晨4点多突然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楠楠，我和你爸爸的实验基地这里也沦陷了，我们失败了呀。楠楠，保护好自己，爸爸妈妈不能遵守承诺去接你了，以后你要好好生活下去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电话就被挂断了。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永远的离开我了吗？不，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一定是假的。我的爸爸妈妈，我都没有见到他们最后一面。李乐乐听到了之后一直在安慰我，陪着我一起哭。他告诉我，我的爸爸妈妈是为了拯救人类牺牲的，他们牺牲的很有价值，很有意义。好吧，可是我真的好想他们啊。一大早噩耗让我受到了极大的打击，网络和电也断了，我们的太阳能蓄电池自动工作起来了。我浑浑噩噩地走到了阳台，看着外面的世界，看见5栋的楼顶站了一个女人，好像在跟我对视一样，但我知道她是看不见我的。过了大概5秒，她径直地从楼顶跳了下去，连惨叫都没有发出一声。也许是我家里隔音做得好，没有听见。她的尸体摔得7零8碎，好几天没开荤的丧尸嗡了一下，为了上去把它分尸干净了。是啊，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真的太令人绝望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陆续有人跳楼，也有人背着登山包出去寻找物资，成功回来的，也有出去了再也没回来的，也有刚出单元楼就死在丧尸口中的。乐乐每天变着花样的做美食给我，吃得我开心，但我还是接受不了爸爸妈妈离开我了的这个事实。这个世界上我真的只有乐乐了。对面6楼的爷爷奶奶
好像并没有受到影响，每天还会在客厅里打打太极，或者上阳台透透风。但是现在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腐烂的味道，也不知道风有啥好透的。也有人实在憋不住，冲着楼下大喊大叫的：“有本事上来吃了老子狗娘养的草！”丧尸们听到声音就聚拢到了他的那栋楼下，他吓得立马钻回了屋里。丧尸已经爆发了1个月了，我估计整个 B 市没有几个活人了。天气冷得很变态。2050年11月16日，今天下雪了。我跟乐乐2个人铺着电热毯，裹着被子坐在阳台，看着一片片的雪飘落在地面上，多奇怪呀！以前的11月顶多是穿厚外套的日子，什么时候下过雪呢？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，雪下越后，一直徘徊在小区里的丧尸不动了，全都抬着头闭着眼，一动不动，好像在举行什么仪式一样，看久了还觉得有些可爱呢。2050年12月28日，手机突然出现呲啦呲啦的声音，居然有信号了。打开手机，映入眼帘的是政府发的弹窗，请各位幸存居民继续居家隔离，疾控中心已研究出病毒抑制疫苗，即日起各市开展丧尸清除计划，并陆续投放物资，请做好个人防护，准备上门救援，并且孙了一个时间表，3天会用直升机投放1次物资，大概需要半个月就可以得救了，顶多2个月全国都会恢复正常，真是太好了！正在欣喜当中，胸口一凉，一把40厘米的大刀穿透了我的心脏。我缓缓地回过头，是李乐乐。可是李乐乐，为什么我没有张口说话？只听见李乐乐他帮我和爸爸妈妈团聚了，就重重地倒了下去。没有想到我没有死在丧尸的口中，却死在自己最好的朋友的手里。死后的第46天，全国的救援已经完毕了，B市也恢复了正常。乐乐从房子里走了出去，他的父母也及时地从新疆赶了回来，他们一家3口团聚了。玉井湾到了最后的幸存者，居然只有乐乐和对面6楼的老夫妻，他们靠着中秋节亲戚送的节礼和平时买的一些东西存活到了现在。到我的灵魂彻底消散的时候，我也不清楚乐乐为什么会把我杀掉，而这场病毒的始作俑者高耀国也覆灭在这场灾难里了。而我们国家是处理的最快的，其他一些国家还处在水深火热当中。我们国家派了人过去援助，经过这次病毒，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目前最强大的国家。由于失去了太多的人口，所以劳动力成本也在提高。总的来说，这场病毒更像是一场洗礼，过滤掉了一些人的生命。我的灵魂在我死后的第48天彻底消散，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李乐乐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或许只有再次见面的那一天，我才能亲口问问他吧。全文完。